这一集是要做个补充哦，我要把前几期在谈日本九度的部分讲的零零落落，因为那时候本来就不好讲，然后再加上身体状况也不是很好，我就打疫苗嘛。那这2天其实有稍微好一点，可是昨天今天刚好，特别是今天刚好凌晨刚好是最冷的时候，我这边外面的温度大概是9度吧，然后体感温度是5度，很冷，所以我房间是有开暖气，然后也穿的比较多，因为毕竟刚好又是去打流感疫苗，感觉就本来就像重感冒那样子，不太舒服了啊，这样的天气更不舒服。我干嘛这时候去打疫苗呢？好，谈日本九度的部分呢，这个我想把它做个结尾，因为当时有留下一些问题，我有问说，这日本九度加一减一啊，这个代表的意义可能是什么？要去思考。那其实，在日本清酒里的这个所有的数值里面，我个人觉得最重要的是日本九度了，因为它会影响到你搭餐的这些选择顺序哈。那跟搭配的这个餐的这个就是厚重来讲的话呢，比如说它本来就是比较一个烤鱼好了，它一定是有油脂有什么的，可能还撒柠檬汁什么的，那些或者是你个炖牛肉或者什么东西，那些东西的话，就是属于比较以我们吃饭的角度来讲，会觉得那菜是口味比较重的。这个时候跟什么比较有关？这时候跟你日本酒的酸度会有关，清酒的酸度会比较有关。酸度是影响搭配这种料理的这种关键。然后日本酒度呢是影响到你在搭配，这跟浓淡没有关系，而跟那个食物本身的那种味道比较有关的。比如说它吃起来是比较酸性的东西啊，它吃起来比较甜的东西啊，吃起来比较辣的东西，这些东西是用日本酒度来作为一个基础判断搭配的标准。我这样讲，不知道各位能不能明白哦？就是说，日本酒度基本上是跟这个清酒在选择搭配食物的味道是比较有关系的。味道就是我们讲五味或6味嘛，对不对？就是酸甜苦鲜咸啊，或者是酸甜苦鲜咸，还有油脂啊，好，这个叫做新的油脂六个味道。然后酸度是跟这个日本酒的这个跟料理本身的那种重量感，哦，比较有关系的。就是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比较厚重的东西，你的酸度最好就越高。厚重并不代表它的味道一定很浓或很咸哦，只是说厚重代表就是它的里面东西很多。好，各位可以这样去思考就好了。你掌握住这2个道理呢，基本上在接下来可能再掌握住一下那个所谓的清酒要什么温度来喝呢？那就跟你的食物本身的温度什么时候有关，会可以整合在一起。这个时候你要搭配这个料理，出错的几率就不高了，就可以掌握住一个大概6-7成的状况了。接下来就要看酒的保存，还有料理料理制作出来的味道的方向哦。那呃，基本上了解到这里，你大概清酒拿来做搭配，出错的几率就不高了啦。不过当然，这个就是还要实战的经验哦。就是有这样讲不通，不通了，就是说这样讲其实只是一个大略。然后师傅能不能做出这样的味道的东西，或是反过来讲，师傅做出来的味道的东西，你能不能找到合适的酒来搭配，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就是我前几天有提到那种有关于这种开瓶费啊，餐厅然后再提供酒啊，他不准要带酒啊，或者带酒要收很贵的开瓶费啊，或什么。可是那些东西当然餐厅经营很重要，可是回过头来，
你不是就要让人家吃喝的舒服吗？而不是单纯的就是说我只是想要赚钱而已。那关系到你如果让人家吃喝的舒服的话，你可能不是只有赚一次，然后可能赚2次、3次、N 次，对不对？因为随着现在网络又这么发达，就是口耳相传那种速度绝对比之前要快。以前真的还要口耳相传，现在不用啊，先写一篇，你 Google 上面写一篇评论或什么东西的，你也不用诋毁，也不用吹捧，你要很真实写出你的感受，打个心，人家也告不了你啊。你打1颗星，然后你上面写的洋洋洒洒，觉得还可以，哦，还可以，还可以，还可以。商家也不能说你诽谤他，因为但是你主观你认为就只有1颗星而已啊。哎，话题扯太远了，我回过头来做个收尾，因为这个东西后面东西更为深，就是要更小心的去提，所以其实我有把我之前写的文章把它讲，现在在我前面哦，就是我的呃提词器哦，我尽量就是让大家感觉到，其实我还在跟大家讲话，然后把这个东西给做个结束哈。上一期我应该先讲到这里哈，因为前面的开场嘛，填土之道哈，有道理。海恩我理想中的餐酒生活，上期的在谈日本酒的文章呢，这个我会放在链接，就是最后画面我会把那一集的那个链接放在上面，各位到时候可以点过去看就可以。我有提到说，那日本酒度呢，原理哦，就是你把它细拆的话，就是我再提示1443除以这个有就是这个普通的清酒里面是有糖分的清酒，然后糖分酒精的那种清酒，然后很单纯的水哦的密度比密度，注意哦，是密度除以密度，这样除下来的一个东西叫比重，比重哈，所以比重是没有单位的，这样除起来的密度除以密度一个比重哈，然后这个值呢，假定是A 的话，1443再除以 A，除完了之后这个数字再减掉1443，等于日本九度，日本九度。所以回过头来你去看，如果日本九度是0的话，那你这样回过头来去算嘛，你就可以算出，你可以算出这个酒的比重是要，酒的重量是要那个密度是要多少？为什么？因为要变成0的话，这边1443，这边的最后结果一定也要是1443，就是1443除以这个密度，这个比重值的话呢，这个就要是1才可以。所以143除以1等于1443，然后再减1443才会等于0嘛。这个真的没有写出来，真的很难懂。但是反正各位在看一下之前，我在那个千禧底下有列的那个公式哦。所以你要怎么求得日本酒度是0？很简单，就是按照我这样算法，就是你最后这个比重的部分呢，因为酒的密度不是水的密度在4度C，在1大气压4度C 的4摄氏度的状况底下，这1立方公分的水是1克，然后这1克除以1立方公分刚好就是1度，哦，这个不是1度，就是密度就是等于1，然后这个密度呢是有单位，就是每立方公分1克。但是这个水这个部分呢是人去定出来的，这个你不用问我为什么，就是当时早期在定这所谓质量的单位的时候，就是用这种方法去定出来的，是以水4度温度4度一大气压，然后1立方公分1乘1乘1的公分哈，这么的一个立方体，跟一个骰子一样哈，然后它的重量叫做1克。那由此这个1克去除以它的这个体积1立方公分哦，得出来就是我们就定义这样的东西的密度是1，
1克每立方公分1克，所以这个部分你说，那我前天我有提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你知道这个东西是这样，就1克人都会定出来，那你干嘛试着还要写这边要除以这个水的密度呢？因为你看，它是要密度和密度比的。你说你写这个是白写吗？是白写，因为那是以地球的角度，以正常这个实验室角度底下会认为说，你看我有这么多规范哦，1大气压4度 C，然后这个1立方公分，然后这样就叫1克的。我定了这么多规矩，可是事实上很多地方，比如说我们在高山的地方，那大气压力可能就不到一大气压力了。你在比较在水底下好了，你那个如果压力比较大的状况底下，那个就不符。那你即便是弄1立方公分的水出来，它的那个值就可能就不是1克了。各位懂我的意思吗？所以他在那边定这些东西的时候，并不是好有理由就想说你要直接写一个1就好了，或是甚至你直接除以这个密度就可以了。上面这个直接除以这个上面这个密度就可以了，就143除以这个密度就好了。你有一个1有跟没有一样，不对，不对，因为他讲的是要做一个比值要比重的话，就是2个要是在同样的状况底下。就是设定的状况底下，好，不是同一个状况，设定的状况底下去做比值的，所以他会去定的这个水的密度呢，他强调是在标准单位底下的东西，请各位要记住这一点。如果你是理工科，你应该更可以理解我讲的这些东西，就是说，你今天它在别的地方可能会有变动，甚至连地球重力可能都会影响到它的这个我们所谓1克的定义嘛，这是质量和重量之间的差异性嘛。那想太多就好像在讲物理化学一样，它是有它的道理在的。上面这个一样，所以他才会定说，在我那天讲话一直讲不太清楚一点，就是它规定的是16酒精度底下，15度 C 摄氏度的状况下，这个每立方公分的这个酒，就是它不一定要每立方公分的酒，其实16摄氏度，你16的酒精浓度的时候，你就已经大概可以知道它是它的重量是多少了。但是你如果再把那个体积加进去的话，其实就是你才可以去算出它的密度值嘛。我希望这样讲给了解，反正密度大家只要知道是你的重量除以你的这个体积哦，那你要把它做到跟水的量相比的话，我们最好还是取，比如说1立方公分，这样会比较准一点。然后去算16度的状况底下，然后它在15度 C， 然后里面它算出来多重，那多重的话呢，这应该讲说算出来它的密度是多少，然后这密度再除以这个密度呢，就会得出一个比值出来，那叫比重哈。然后比重143再除以比重，所以你如果这边要等于0的话，这边就一定要等于1嘛。这边要等于1的话，就是你可以算出底下这个东西在标准状况底下是1，好，它1克，好，密度是1克，以水来讲，所以上面的话就是说，在16酒精度的状况底下，1立方公分的话，15度 C 的这个气温底下呢，这里面要含有多少的糖分，还有酒精成分，再加上水的这个水的重量，就是说这1立方公分里面的这清酒好了，里面要简单讲要有多少是水，多少是酒精，要多少是糖，其实都可以知道的。为什么水就你可以知道嘛？当你讲16度的时候呢，16酒精度的时候，代表是84是水的部分。那酒精度你也知道的话，16度的话呢，你要去反推去查。我在那天的那个表格那个演说里面表格底下，在那个附件底下呢，说明栏我有附那个酒精度的那个关系，那克数的关系，各位去查一下哦。那酒精的
它的密度是0.789吧，好，应该是0.789，所以16度，你已经知道它的密度的话，你又知道它占的体积的话，啊，你要去算它几克就很简单了。这个时候不知道的是什么？不知道就是我这个那个糖分是要多少。所以当你糖分可是你反推回来再算的时候呢，因为你要让它变成比值变成1嘛，所以上面这些东西你自然，如果你把糖分设成 x 的话，其实你就可以去解出它这个方程式出来。你如果真的听得懂，我佩服你，因为这个东西写出来会比较容易理解。听不懂的就仔细再去听我描述的这一段哈，因为我其实可以写一个板子出来，但是我不想变成李永乐，你懂吗？因为我觉得这样表示呢，也是让大家去思考一下，任何的那个方程式呢，只要它的变数是一个未知数没有错，只要只有一个未知数的时候，你的这个等号两边什么有了没有的都是已知状况底下，你很容易要解 x 是一点都不困难的了，真的一点都不困难的。变数只有一个嘛，如果变数是2个的话，联立方程组那才会稍微困难一点点。那变数3个的话，就是你一定要有3个条件才可以。一个等式，一个条件只能解出一个变数，2个变数必要2个条件，同理类推下去哦。只是说这个有没有可能可以有一些什么方法去算，那个要技巧性的，那就是你讲的是算术也对啦，或者是有些比较难解的东西就变成数学的问题。我怎么会讲到这边来了？回过头来哈，回过头来就很简单，可以算出大概多少重量的糖了，含糖量了，日本酒注是0。那至于说回过头来讲说，为什么你这样回过头来算是一回事，那但是你为什么把这个东西定成0？这样的糖量是定成0，但是另外一回事。我那一天我提过，就是说这是他们的大数据的结果，去取样很多日本人，请注意哦，我讲日本人的生活习惯，他觉得这样比较不甜哦，或是这样也不会真的太，就是有一点甜不太甜，就那种感觉刚刚好的那种状况。所谓刚刚好的意思是说，不做甜的刚刚好，也不是说不甜的刚刚好，就是属于就是你问我，它就可能跟开水差不多，类似像这样的状况那样子的感觉。那这个是需要统计大量的人的这个特别是饮酒人士的一些感受性的东西，所以它不是一个，你说它是一个科学也是科学，如果统计是科学，但是统计的科学统计这种东西，它是你可以把它定位成科学，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呢，它是去计算所有的一些数值之后，把它用一个量化性的东西去表示，或是一个分配，然后一个量化性的表示。但是这种东西会随着你的群体的状况的改变呢，得到的数值是不一样的，有点深哦。比方讲，日本的味觉跟台湾人的味觉就不一样。台湾人呢，北部人的味觉跟南部人的味觉是不一样。你问台南人什么叫做甜，你问台北人什么叫做甜，这个东西吃起来什么叫甜，两个一南一北的答案可能就不一样。一个觉得说这个不过差不多啊，就是这样。台南人对不对？台北人呢，这个有一点甜了，太偏甜了。那谁对错？没有谁对谁错哦。同样道理，台湾人跟日本人会有差距，日本人跟韩国人也会有差距，日本人跟美国人会有差距，日本人跟欧洲人、西方人也会有差距。所以日本酒度这种东西呢，是坦白讲是因人而异啦，因种族而因人，或是随族群是因人而异，因时代而异哦。这个它是应该理论上来讲，1443这个东西应该要做修正的，因为1443它是最主要是要量测上面那个糖分的部分嘛，会彼此会牵连，会影响到。可是这个部分呢，其实日本近几年来也在讨论这个东西，可是问题是，
你要知道，就是说，请问你要多频繁的去做这种大量的调查，然后去做统计，然后这样有没有它实际上的意义？所以到目前为止，我知道的是像这一块部分，就是没有特别去强调，但是还是沿用之前的这一块。可是问题是，未来会不会做修正？也许会做修正嘛。但是现在其实大家也管不了那么多，因为毕竟是吃饭的东西啊，又不是发射火箭到那个火星去，对不对？反正呢，有关于日本九度这一块部分，所以我那天问的说，所谓的日本九度差异度是不管正一或负一，加一或减一的，不是正一负一。那你的感觉是怎么样？感觉就是回归上来就是糖分的一些变化嘛。那这些糖分的变化，究竟你会不会有感受到？正一跟正二，负一跟负二，正一跟负二之间差了3度，那中间你会不会感受到？那就是那个糖分的增加或减少的那个。我只能讲说哈，这个问题呢，有答案也没答案。有答案是说，明明这样数字就有显示，所以如果你本身你这个人感觉很灵敏的话，你就可以感受出来。可是有人是木舌头啊，他可能就是觉得差距不要很明显的时候呢，他根本感受不出来。再加上呃清酒呢，其实不是只有糖而已，里面当然有酒精嘛，对不对？酒精浓度不一样的时候，你可能也会让你的感受也不一样啊。虽然在量测值这边当然也数字也会不一样，但是我的意思是说，酒精比较厚，你可能那个你喝下去的时候比较晕的时候，你要去感受它的酸甜苦鲜，那就变成舌头就比较大舌头，这样比较大舌头了，感受就不会那么明显了。然后另外就是说，里面还有酸啊、酸度啊，还有氨基酸度啊，还有其他的芳香分子啊。除了这个之外，其实甚至还有一些蛋白质啊，还有什么东西，很多东西都会影响到你的结果了。所以，去探讨日本九度加一减一这些东西，当然是可以，但是你不太容易有一个正确的答案出来，因为包含保存的状况其实有关系。然后，但是你请记住，就是那个我们前面的为什么会规定说它是16度的酒精浓度，然后在15°C摄氏度的状况底下，它都是把条件都先给设定好了。但你品饮的条件如果不是在那个状况底下的时候呢，日本酒对你的意义来讲就会产生变化。我只能这样讲，所以它既有意义又没有意义。没有意义就是说，如果差距不太明显的话，是没有意义的。如果差距很明显，当然有意义啊。你一个正5度跟一个负5度的酒，你当然你会有意义，或者差了10度，10度这个部分糖，你看要差多少？虽然你有一些外界，不是外界，就是这些酒本身的因素的影响，但是再怎么木舌头，你差了那个假，这我是举例啦，就是今天里面有1克的糖跟10克糖，你当然还是可以感受出它的不一样嘛。那有一个东西，那一集我有提出是什么叫阈值哈？我以前我念成阀值，阈值就是说，那个临界的那个数字，就是说你超过了临界的数字的时候，你就会怎么样？好，就会启动，或者是会就崩溃等等的。那种东西就是，你换一个角度讲，其实我觉得回到讲葡萄酒来讲，葡萄酒也有那种所谓的。如果我们要谈阈值，也可以做个比喻，就是说超过某数价格了之后，那酒的品质提升就已经差距就并不大了。差距就是变成是酒的品质提升一点点，但是你可能会让你觉得你今天是在喝到变成它品牌的价值啊。比方讲那个就品牌性是更强的，那属于奢侈品的范围了。所以你说那个。多少钱，可能就可以把它当成一个阈值来做一个评判的标准。比方讲，我个人是觉得，如果葡萄酒超过2500、3000块左右了，那上面的增加那些品质的部分呢，其实属于品质
的部分很少，属于那种我买到很贵的酒的那种感觉，是比较强烈的，就是奢侈品啊。简单讲就是奢侈品啊。你今天买到一个2万块钱的葡萄酒，不管是什么哪一种类型的葡萄酒，你跟你买到2000块葡萄酒，你会觉得，哎，我这个酒一定是比较好。但是有好到10倍的差距嘛？2万除以2000，10倍的差距吗？没有，在中间是有一个阈值在的哈。这是一个解释哈。那这阈值上不是跟钱有关，我只是在举例而已。回过头来讲，就是说在日本酒度这个甜不甜的辛口或是甘口这样的范畴里面，也有阈值，不过这阈值每个人不一样。就是说，今天当我们甜到某个地步的时候，负值可能比如说负5以上了，以下了，负6、负7、负8、负6，那你的感受可能就不会那么明显，因为已经甜到比如说麻痹你自己的时候，你就会觉得那这酒都差不多甜了，懂我的意思吗？那就会有一个阈值。但是负5是有一些统计文献这边写的，但是实际上你还是要看那个酒现场的状况，包括你吃喝配的料理。同样道理，正的也是一样，有超辛口正18、正20什么的，那你那个往上那个多1、多2、多3多，它不是我讲过，它不是线性，它已经变成是有一点像曲线往上的，曲线往这样过去的。意思是说，就跟我讲的葡萄酒的那种品质的提升就有限了，不是说它含糖量就呃因为它毕竟跟含糖量有关，所以理论上它应该还是会有一个类似线性的关系。但是问题是，因为它有这个阈值的关系，所以你会麻木掉，那或是你感受不到，那你去提这个呃有没有可能做出日本酒度是正100啊？理论上是可以啊，我们就算可以啊。但是问题做那个有意义吗？那个你根本就喝不出来，你正18，你就已经觉得这个酒怎么完全没有甜味的？你正100有意义吗？没有意义嘛。所以这种有关在提这种日本酒度的东西呢，太极端的东西其实是没有必要的了。那其实我今天要讲的是另外一个问题，可是我发觉这讲到目前为止就已经把时间都用光了。我今天本来是要提的是说，好，当我们了解日本酒度之后呢，也许我前面花了时间在解释又把日本酒度再解释一遍，然后又解释零的日本酒度0是怎么来的，统计学方面的东西，然后去计算出糖度，然后又有提到说，当它加1减1啊，或日本酒度改变的时候呢，对人的实际感受是如何，它是不是线性的，然后它是不是就是越来越大、越来越低什么的。那可是我提到说，即使这样，你还是要考虑到说，人所谓的感受的阈值，就是你的那种过了多少之后，或低到多少之后，你其实对你来讲已经没有差了。那个谁啊，那个黄仁勋吗？NVIDIA 那个总裁，你今天他有100亿美金，和我不晓得多少钱，1000亿美金，股票往下跌一下，跌16，前阵子那个 DeepSeek 那个出来，它有没有影响？有影响啊，但是它不是说啊，我突然我听说它好像蒸发200亿美金还多少那个股票那个价格，可那对他来讲 so what？因为我已经有钱到那种地步，你今天2000亿跟1800多亿有差吗？没有差，没有差嘛。但是对我们来讲，就觉得哇，好多钱第一个钱不是我的，第二个是你会觉得哇，这钱的差很多。问题对他来讲没有差，而且我有另外一篇那个影片里面有提到说，这种东西其实上面是蒸馏的过程嘛，然后那个软体本身其实讲起来是，你讲有价值也有价值，讲没价值也是没价值，有价值是它也有蒸馏的部分去提取，那这样其实你可以蒸馏，我也可以蒸馏你啊，你可以蒸馏这个 OpenAI，如果 OpenAI 要提出诉讼的话，那可能又是一个法律的问题了，这个。
美国人在打官司这方面是很厉害的啊。那就算你打赢了，你山寨赢了，然后你这叫取巧嘛？这不叫走捷径，这叫取巧嘛？那别人可不可以取巧？可以啊。那在取巧你的，那你取巧到后面这个东西会走到什么样的地步？所以那股票你看那个 NVIDIA 慢慢就走回来了，那种只是一个股市的震荡嘛。所以我那时候提到说，如果我身上有足够的钱的话，当我知道它跌16的时候，我就知道 DeepSeek 的技术的时候，我在谈蒸馏那一集，我跟你讲，我第一个反应不是想说啊，这个啊糟糕了，这个什么也不是糟糕了，说 OpenAI 原来有更那个更好的技术，其实不是更好的技术嘛。你知道那个不是技术，那纯粹就是一个取巧的方法的时候呢，回过头来你就知道那个 NVIDIA 的股价一定会涨回来啊。它只是因为市场的一个那种像重要又不重要的一个消息，让它股价往下掉，而掉石头很大哦。以他们的那个美国股票，我记得美国股票是没有涨跌幅限制的，那跌16，它股价本来就很高，跌16那个其实上下差距很明显。所以你那时候如果是不要讲买空卖空了，就是说你不管融券好了，你就算付再多的钱给那个银行利息也没差了嘛，因为你知道它一定会涨回来的。它会回到不要讲说涨回来，它只要回到原来的水准，那有16%的差距耶。那你利息不管用哪种方式，利息付给银行，就算你付给他6%好了，不可能银行跟你收这么多钱啊。那你还赚10%啊，10%，那你想想看，你如果当时是投100万美金的话，赚10%，你就赚10万美金了。10万美金多少钱？330万台币。10万美金对330万台币，那就是可能2、3天的功夫诶。为什么讲到投资理财的部分呢？反正呢，今天讲到这里，就是讲日本9度了这个中间的变化的关系啊，就是刚提到这些原油啊，包含他的感受啊，还有牵到统计啊这些关系，算是帮上次的已经讲了1个多小时，我觉得还没有讲很清楚的东西，做了一个比较稍微补充的说明吧。但是这里其实我今天要讲的不是这个，我要问的一个问题是说，给大家思考，就是说，当然我自己这边有写有，其实我应该可以照稿念的，那个稿子大概念完大概也差不多15分钟、20分钟左右，但是下次，因为我觉得这几天已经讲了太多这种比较深的东西了，但是大家可以去思考，同样那个问题也可以展开，你可以思考到关于餐酒方面的任何面向，就是日本9度，你当然我讲了半天，你知道这些原理之后了，请你去思考一下哈，因为这一点其实我在10几年前我就问过日本酒造的这个杜氏的，问进口商是没有用的，他们不懂这些东西。我真的不太晓得，不太认为说到底有多少人日本酒像我研究的这么深的，因为我研究就是有实战经验，然后又碰过了一些很专业的人。我问他们问题是，日本9度会不会随着你要先知道它的缘由哈，这些我都讲过了。日本9度会不会随着煮长的时间，环境一样哦，是正常的煮长状况底下，并不是说我今天在一个恶劣的状况，正常煮长状况底下呢，当然我们知道日本酒越放越不好嘛，越放越不好，因为它本身就没有抗氧化的能力哦。你不要跟我讲古酒会多好喝啊！那个就好像你每次会拿绍兴酒起来直接灌着喝吗？不可能啊！日本9度会不会随着时间而改变？刚已经有提供了很多个线索在里面，但是我也想要知道说，实际上做实验是最简单的嘛？因为这个东西用实验就可以得到答案的。当然，你不同的酒种、不同的酒造酒种什么，你可能都要做一些实验才能够写出一个论文出来。不过这种论文等级就是硕士论文的等级吧。
呃，但是我们都可以脑中做思想实验，去思考这个问题。我前我3、4年前吧，我没事的时候，我有写出文章来探讨这个东西，所以我今天本来想要念这个文章的，但是今天已经讲很多东西了，我就不再谈了。我现在讲的这个东西，我要强调一点哦，并不是说你臭屁或骄傲或什么的，而是我喝酒时间太久了，然后包括葡萄酒部分，那种两边的差距，或是两边的这个使用方式，东西方的思考模式，特别是清酒是日本人，日本人又是比较更更制式化吧，或者是更追求极致的一个民族，所以有些东西呢，弄到后面呢，我不会讲过头，就是说有没有必要的问题。比方讲像吉米布尔，前几天有一个女孩子呢，是好朋友，没有见过面了，但是她对这个有兴趣。我看她就拿了瓶酒，说那个吉米布尔是8%还是9%，那种不是同一支不是同一家酒厂酒造所酿造的酒呢。我有喝过吉米布8%的，吉米布8%，就是意思是说你把92%的米都给去除掉了。那你要去思考说，他们叫所谓的新白，就是里面这个不能讲新白，就已经精米到这样的状况底下，它的意义是什么？不要看数字哦，不要说因为这个精米布8%，它浪费这么多了，当然是一定会很贵嘛。一从这个本来这么大一个变成这么小的一个了，然后这个的量呢，你当然是以成本来讲一定会比较贵嘛，但是它的意义在哪里？除了成本比较贵之外，它的意义在哪里？我所谓意义就是说，它毕竟是清酒，那清酒是要干嘛？是要拿来喝的，它的意义在哪里？你要去思考的是这个点，不然有钱我这样都买新买当然是没有差嘛，但是你要的是什么？酒造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他如果只是为了展现技术的话，就是我刚讲过头的话，那会不会失去掉一些清酒之所以为清酒的存在意义？然后它跟葡萄酒的比较什么？你有听过有人去精葡萄吗？对不对？这大家可以去思考。从这个角度，你可以思考到更多东西哦，而不是只有在谈精米不合而已。很多道理，喝酒也可以探讨人生道理啊。今天就讲到这里吧，因为我觉得我自己还是没有完全恢复哦，所以或者是我已经老了，我觉得我自己在思考方面没有办法像以前这么的灵活，或者是说你想出来的东西跟你要讲出来的东西会有差距。反正希望还是有一点帮助了。3000人，我看到有人在弄一个什么节目，然后这个拍女孩子在做瑜伽啦，或者什么东西的，随便弄就几十万订阅什么的。没关系，我们做正确应该要做的事情，因为我相信我这个频道暂时是没有没有其他人能够超越的，真的。你要像我讲到这么深，我觉得多读一点书，多喝一点酒再来吧。填土知道有道理，海恩，我理想中的餐酒生活。拜拜。